察乾坤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祭祀大典将于10日后举行。此次大典，神君是否前去？不必了。近日陈氏频繁被魔气侵扰，我明日启程调查，应该赶不上大典了。神君心系陈氏，实在辛苦。但若只依靠神君驱散魔气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你想说什么，直说就是，何必拐弯抹角？500年前神魔大战，神明散尽神力，却只将魔尊封印。魔尊未除，神却陨落。虽说传闻神明陨落至陈氏，但我们寻找了500年都没有结果。但魔气只有神力能够彻底清除，陈氏中唯独神君能做到这点。神君是否就是陨落的神明？这个问题，你们想问很久了吗？是。神君虽然身怀神力，却没有丝毫神明的气息。神若隐藏身份，必定有其道理。但现下陈氏已经到了危急万分的时刻，只有确认了神君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做出相应的部署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但神迹陨落，传闻又岂可当真？那魔气，魔气之事我自会解决。我既然来到陈氏，必会还这里安宁。神巫只管准备好祭祀大典，即使无法获得神谕，亦能对世人有所安抚。是。谁在那里？你还好吗？醒醒！
你终于醒了，有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？你溺水了，若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不说话？是哪里受伤了吗？我的脸上有什么吗？镜花之术，我来福泽这么久，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术法。会不会是镜花之术过于危险，以致你落水？唉，你这是把族里所有的古籍都翻出来了，可是还在忧心前些日子魔气涌现一事。虽说此事要紧，但你也不能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。哦，你还是想找到神明，是吗？可是神明已经陨落了500年，虽然大家都闭口不谈，但其实已经默认。你放心，就算没有神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一定不会让尘世有事的。恐怕再也没有谁和你一样，这么孜孜不倦地寻找神的存在。什么？幸运？听起来都是些小事，说不定是巧合。送风避雨，就算是渺落的术法也能做到，无需期盼神明。即便真是神的照拂，也不过是神之一瞥，你又何必记那么久？这样啊。神守护尘世，自然注视万物。神君，神武大人。
族长请二位前往祭坛议事。知道了，我们这就过去。是魔气亲体。我已经将他体内魔气全部逼出，只要好好休养就没事了。你们送他回去吧。多谢神君。这段日子，我派了些族人前往陈氏调查魔气涌现一事，那人便是其中之一。不料他在途中被魔气所伤，险些丢了性命。是啊，仅凭我们已经无法压制魔气了，恐怕还是得和之前一样，劳烦神君走一趟。这是自然，我即日启程。有我在，别担心。待在这儿。神武放心，神君知道如何处理。此时还是保全族人要紧。是啊，我曾随神君前往陈氏驱散魔气，他对此得心应手，必然不会受伤。毕竟魔气是从涌现之地向四处扩散，深入中心便可直接驱散魔气。此法危险，却最为有效。你们快看！我没事，这点魔气还伤不到我。我只是想趁魔气还未散开就及时驱散，让你担心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连福泽也会涌现魔气？许是周围的结界有所松动，才让魔气趁机侵入。不，没这么简单。福泽是世间灵力最为充沛之地，如果连这里都被魔气入侵，陈氏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看来我们得尽快压制魔气，只是调查涌现之地的时间，也不知道是否来得及。我即刻派人前往陈氏，也请神君一同前往。好。
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内伤？以你的灵力，不应如此。你的伤似乎不太寻常，还是留在福泽好好休息吧。那我先去安排人手，待会儿在福泽等我。我有话对你说。此次情况紧急，我放心不下。本打算过会儿告诉你，正巧遇到了，便也嘱咐你2句。我外出期间，族中大小事务都交于你来决断。神君身世，你可有头绪？也罢，就算2者真有关联，我们也没时间去调查了。陈氏已有倾覆之势，好在神君是可靠之人，有他相助，我们胜算也大些。然而以人族之力，终究太难，太难。我的忧心又何及神物？传闻3000陈氏相依相连，或许传闻为真。我们之所以找不到神明，是因为他并未陨落在我们的尘世。还受着伤呢，怎么这般行色匆匆的？不行！重现先前的情景，也包括镜花之术，是吗？我知道你担心陈氏，但你可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？你所受内伤不是小事，这段时间都不宜施展任何术法。而镜花之术极耗灵力，如果强行施法，也会支撑不住的。你明知道可以将一切交于我，你忧心的事我都会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神物，将守护陈氏作为己任，所以不愿将此事扔给我。还是
因为你心中早就知道得不到答案，我还是忍不住多问这一句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不会阻止你，只是答应我，无论何时，都等我回来陪你一起，好吗？啊，对了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没说呢。我有遗物想送与你。我在这枚玉璧中注入了神力。我外出的这段日子，若是福泽发生变故，也能护你周全。他也可替我陪伴你。总之，你收好就是。如此便好。那我启程了，等我回来。我刚到，结果一回来就看见某个人违背了诺言。早知道你不肯放弃，幸好我留下了玉璧。我没事，福泽灵力与我并不相冲，不会伤我。况且刚才看着惊险，实则只是灵力激荡，我已经化解了。放心吧，我好好的，只是行程匆匆，难免疲惫。尘世已经暂时安定下来，虽不知魔气何时会再次涌现，但眼下你可稍稍放松些。那你呢？你过得怎么样？是依靠镜花之术？果然，福泽灵力依循某种规律，周而复始。大约上次你恰巧顺应了这种规律，才抵达了其他尘世。没错，先前平息波动的灵力时，我便有所察觉。
线下可以完全确定了。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要是想去，我们便即刻启程。我真的没事。这事再拖下去，只会让你越发忧虑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尽早了结。我明白了。即使我们此去未得上果，甚至无法回头，你也能坦然接受吗？如此，便由我来施展镜花之术。我身怀神力，说不定能获得更多线索。以静应景，洞察乾坤。待这些水镜破碎，便会有新的水镜形成，3000尘世皆会在其中展露。你可慢慢寻找，其中或许会有我们想要的线索。别心急，再看看。3000尘世互相牵连，存在相似之人，并非奇事。你看东南方向的那面水镜，也有一个老人和族长相像。因为你很特别。是啊，至少对我而言。不错，正是那里。来吧。卖蒸饼喽！刚出炉的蒸饼。到了。这算是你第一次离开福泽吧？要不要先逛一逛，也能顺便在街上打听些消息。还是你想的周全。
老板，来2份蒸饼。好嘞，蒸饼2份。2位客官，稍等片刻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。是啊，神屋是连接尘世和神明的枢纽，因此你不能离开福泽。虽然你从无怨言，但你对尘世的好奇，我也能看出几分。就用这些小玩意儿给你解解闷。那时我总是在想，如果你也在，会是怎样的光景？我会暗自揣测，你是喜欢烦闹的都城，还是喜欢恬静的乡野？或是我看见群山连绵不绝，大川奔流不息，也会想，说你面对这些景象会是怎样的神情？每每前往尘世，总是要10天半月才能回去。但要是慢慢思索起这些事，想着想着，归期就近了，见到你的日子也就近了。好。2位，蒸饼好了，请慢用啊。哎，2位看着倒不像本地人，也是过来参加七神节吗？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竟然不知道？所不过是纪念神明的节日，也没什么好听的。哎，客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，可都仰仗那位神君呢。是吗？13年前魔气作祟的事儿，你们总还记得吧？那时候就是神君耗尽生命驱散魔气，保护了所有人。所以啊，既是感恩，也是悼念。人们自发组织了纪念神君的活动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七神节。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嘿，我只是个凡人，怎么会知道神君的名讳？不过，他的确从福泽来。先前我还以为福泽就是个传说呢。这是果真传奇。故事既已讲完，此处便不劳烦老板了。行，有事你们再叫我。你放心，就算没有神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一定不会让尘世有事的。你明知道可以将一切交于我，你忧心的事我都会解决。为什么？即使我们此去未得善果，
甚至无法回头，你也能坦然接受吗？虽说启程前我便做好了被你知晓一切的准备，但我仍侥幸，觉得说不定能瞒住你。一切正如你听到的那般，这便是我的宿命。是，我是他的一缕神识。其实传闻不假，神的确陨落于尘世。之所以遍寻不得，是因为他神陨之时，神识已化作碎片，落入3000尘世中。因此，每一缕神识的宿命，便是肃清魔气。等到3000尘世的魔气全然清除后，魔尊便会湮灭。若你想拯救尘世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虽说命运使然，但我仍然有一线生机。苍穹之上，乃是神明诞生之地，称为虚境。依靠尘世生生不息的灵力，即便我陨身，也能留存一缕气息，回到虚境中。终有一日，能够再生为神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是不是我，并不重要。你一直在寻找神的踪迹，虽然无缘相见，但我想，他终将再生一世，会让你感到些许安慰。不行，你不能再去其他尘世了。我没事，真的。只是这些日子损耗的神力有些多，休养几天也就好了。方才我突然晕过去，定是吓到你了吧？
你别哭啊！什么？你？快停下！你何必做到如此地步？明明是我想要的回答，此刻我却希望你从未这样想我。这里应该是最后一处涌现之地，我已将魔气完全驱散。为了能早日驱散魔气，这半月来神君几乎是不眠不休。虽说情况紧急，但也不必奔波至此。以往3个月才能驱散的魔气，神君这次仅用半月。如此损耗神力，神君会架不住的。眼下总算能松口气，不如我们休整一晚，明日再回城。不了，我放心不下福泽，需尽早回去。可是，他果然察觉到了其他尘世的存在，可为什么他会这么笃定？受伤，恐怕他也无意间去过一次了，只是他现下还不知此事乃逆天而行，必遭反噬。看来我得早去早回，必不能让他再受伤了。倘若你的目光一直追随神明，那我也会陪伴你，直到你抵达神的身边。哎，这有个人。淼洛族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何人？怎会知晓我们的身份？啊，你难道是陨落的神明？不必多问。
既已抵达最深处，便无需再前行。不，我虽存在于神识深处，却只是过往之留存，是神残余的本性。神识无心无情，守护尘世便是凭借本心。本应如此，却又早已产生变数。万般因果，皆是轮回。自来处来，到去处去。那并非神之照拂，不过是假作真时，真亦假。你苦寻之人，亦如眼前云雾。去吧，去吧。你何必替我承担一半苦痛？要是告诉你，你一定不会让我这么做吧？况且，我也不想让你担心。因为我不敢。我不敢承认，我对你怀有私心。你既然已经见过其他神识，就该知道，我本应和所有神识一样无情，如此才能决然赴死。但我遇见你之后，因为与你朝夕相伴的日子，令我对尘世、对你，滋生出许多眷恋。倘若任由自己的感情蔓延，我怕真到无可挽回的那天，我会动摇。我该如何劝说自己松开你的手，再孑然一身去赴死？就算我不答应，你也必会一意孤行。我总是拦不住你，便如你所说，至少我们都能得偿所愿。绝不。累了吧？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想什么呢？万般因果，皆是轮回。自来处来，到去处去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指一个地方，既是起始，也是终结，
既是来处，也是去处。没错，神明诞生于虚境，神力也源自那里。神明残余的本心将我们指向虚境，或许我们真能在其中找到别的办法。只不过，虚境并不比尘世更安全。之所以称之为终结，是因为魔尊被封印在那里。以他目前的力量，虽不可能冲破封印，但也难料到时会出什么差池。不，比起这个，我们更可能无功而返，而我余下的神力，就只够最后一击。是，到那时，我连一丝气息也不会留下。去虚境也好，留在尘世维持现状直到最后一刻也好，我想将决定交给你来做。不论选择什么，我都相信你。那就不算太坏。前路凶吉未卜，你可要牵紧我了。找到你了。那并非神之照拂，不过是假作真时，真亦假。你苦寻之人，亦如眼前云雾。去吧，去吧。你在幻境里遇到了什么吗？这才半炷香的时间，你怎么……小心！不好，魔尊感应到了我们到来，恐怕会有暴动。他虽无法冲破封印，但此处为福泽尽头，与3000尘世相连。魔尊暴动，3000尘世必会受到牵连，我们必须在这里除掉他。我知道，尽力一试罢了。
便生死与共。这种话，本应由我先开口，我自然愿意。若我们还有以后，我想与你做一对平凡眷侣，不问来路，只看今朝。那便以此玉璧为献物，我心废誓。若再次按下手印，就是海枯石烂，也绝无更改了。魔尊，500年不见，怎么就只剩一缕神识了？哼，对付你足够了。神若是圣石，倒能与我一战。你已落魄至此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！唯有神力才能抗衡。你先护好自己。负隅顽抗。是以陨身的神识留存的气息，倒有几分意思，却也是垂死挣扎。你在做什么？快停下！凡人之躯如何能驱使神明？且不说能否成功，继续下去你会……早说好死生相随，我绝无后悔。你似乎并不惊讶。3000尘世，也唯独你和他找到了解法。魔尊已除，此后3000尘世再不受威胁。
神明从未有过盛世，不过是出于责任守护3000尘世，将此视为本心。但因不明白何为真正的守护，责任就如重担压在神明肩头，他无一日轻松。而夏燕，他找到了自身守护的理由，也因此发挥了真正的神力。如今，神明终于可以安全了。神识不复存在，但夏燕会作为人，留存于世间。此乃他的意志，他的心愿。回去吧，今后你再不会听见神的声音。你醒了。果然好了许多。你已昏睡3日，醒来便好。族长他们也来看过你了，说是等你醒了再来。对了，尘世也完全恢复安宁了。魔尊虽有暴动，好在我们及时出手，并没有影响尘世。我很好，虽已不再是神识，却成为了夏燕本身。往日种种诺言，今后我都可与你慢慢实现。不止这些。我愿与你长相守，同携白首无忧愁。你可愿嫁与我？早不疼了，只是这痕迹到底没办法消除。也好，就当留个纪念吧。自那一瞥已过去900年，此前我从不敢想我们还能走到今日。就算是大梦一场，我也愿意永远不醒。这个呀，或许是注视你的那一刻，又或许是与你相伴的500年。你可知，当你见到神明残余的本心时，他为何称我为神的目光？我的意识与神明并不能共存，那本是神明无意一瞥。或许你早已不记得，那时候你抬头看向天空，与神明对视了。神本无情，却在与你对视的那一刻，产生了某种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到的情愫。我对你感到好奇，便借以神明的目光注视你。可那时，我终究也只是一丝情愫。若非化作神识与你相见，我永远都没有机会探明自己的心意。
来到你身边，便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不晚，况且与你相伴的岁月，从来都不是搓磨。此生余下的时间，唯愿在你的目光中度过。能看见吗？果然，只要同时施展镜花之术，便能以水镜传影。数日不见，你留在族中处理事务，可还顺利？那便好。放心，我与族长他们也妥善安置了之前受魔气侵扰的人，现已在回城路上。途经都城，我见此处悬灯结彩，很是热闹。一问才知道晚间会举办灯会。毕竟在尘世中，现在是辞旧迎新的好日子，大家都想着好好庆祝一番。薄暮冥冥时，灯火亮起，通明如白昼。待到星前月下，便燃起烟火，如同火树银花。想来看看，就知道你会喜欢。那便收拾好行装，等着我回来接你吧。是啊，即刻出发。算算时日，我们还能赶上灯会尾声。你好像有些惊讶。或许是有些突然，但我想早日与你同游世间，若能搭上新年伊始，也是个好兆头。灯会之后就是春天了，前些日子雪还僵化未化，现下却已暖和起来了。福泽并无四季之分，所以这会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春天。春日宴赏花，仲夏扑流萤，秋来听夜雨，如此便等来了下一次落雪。四季轮转，原本于我而言只是日复一日的流年更迭，并无新意。但因为往后都有你陪伴，尘世的一切都成为新的光景。这么说着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想回来见你了。那等我，我很快回来。